民间故事：男子贪淫，勾搭师母害师傅。算命先生，你今夜丧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疯牛爱世界。宋朝年间，开封府有一位算命先生，叫刘能，在当地很有名气。他算卦不为卦金多少，只为云游四方。一年，他云游到青州府石河县，在县衙门前摆下一个卦摊儿，挂上一把金纸糊的太阿剑，底下垂着一条布帘儿，只见上面写道：展天下无学同生。刘能把卦摊儿一摆，因为他是生面孔，很少有人上去搭话，平常这种骗钱的算命先生太多了。一天，刘能又摆好摊位，只见一位干头净脸官样身份的人走了过来。那人向刘能打了个招呼，便报上了自己的生辰八字。只见刘能掐算了几下，又沉思了一会儿，面色凝重地说道：这命算不得，请问卜卦的是谁？这位前来算卦的正是石河县里的大押司，叫孙清，答道：正是本人。为何我的命算不得？刘能说道：官人，你这命难算啊。孙清问道：我这命怎么难算？刘能说：如果官人喝了酒就不要算卦，如果护短的话更不要问卦。孙清说：我既没有喝酒，更不会介意，只想听你说一说。刘能说：既然这样，你再给我报一遍出生时辰，免得出现差错。孙清再次报上自己的生辰八字，刘能摆出卦纸，十分仔细地又算了一遍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官人，这命还是不要算了。孙清被算命先生说的心里七上八下，着急道：我不忌讳，你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刘能说道：卦象非常不好，于是写下两句话：白虎临身日，临身必有灾。孙清看了一眼，问道：这个卦词什么意思？听着很不吉利。刘能无奈地说道：实不相瞒，这卦象的意思，主官人将死。孙清见惯了江湖骗子，有些戏谑道：那你看我哪一年要死？刘能见他这个样子，平静地说道：今年将死。孙清又问：几月？刘能说：这个月。孙清被他说乐了，又接着问道：几日？刘能说：今年今月今日死。孙清又问：几时？你知道吗？刘能见他不相信，说道：今年今月今日三更子时。孙清有些不高兴，说：你出来算命也是混口饭吃，今天我不为难你，若是我今夜死了，那什么都算了；若是我今夜不死，明天你若敢来，我再找你算账，小心我砸了你的摊子。刘能与他杠上了，说道：若是你明天能活着来见我，即使当场砍死我，我也没有半句怨言。孙清见他嘴硬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从来没人敢跟自己这样说话，当场便掀了刘能的卦摊，口中骂道：骗钱竟然骗到老子的头上，口气不小。孙清的举动惊动了县衙里的人，众人见他发火，连忙出来看怎么回事。只听孙清说道：我闲来无事算一卦，也就是取个乐子，没想到这个江湖骗子竟然口出狂言，咒我今夜三更子时将死。我身强体健，无病无灾，怎么就能突然暴死？这不扯淡吗？今天非要把他抓到衙门审问他一番。众人劝道：若姓卜，卖了屋，算卦口，海亮斗，赶紧上去把孙清拉回了县衙里，然后过来埋怨算命先生刘能，说道：先生，你这个人也是，惹谁不好，非要惹大押司，得罪了他，你想在这里摆摊是不可能了。常言道：品好断，剑好断，只有寿命最难断，你又不是阎王爷的亲戚，哪里就能断别人的生死？而且还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这不是想砸自己的饭碗吗？即使想说，也要把话想圆了再说。刘能叹气道：若是为了奉承别人，那卦就不准了；若是说实话，肯定得罪人。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说完，摇摇头，收拾东西，到别处算卦去了。孙清虽说被众人劝了回去，
但心里一直憋着一肚子火。见衙门里没事，便心事重重的回了家。孙清的妻子潘氏颇有几分姿色，比丈夫小个10来岁，平时对丈夫也十分殷勤。她见丈夫愁眉苦脸，便问道：看你脸色不好，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？孙清说：没有，你不要问了。潘氏又问：肯定是被知县责罚了吧？孙清说：没有。潘氏说：难道是与人发生口角了？孙清见他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有些不耐烦道：也不是，我今天去算了一卦，那个先生说我今夜3更子时要死。潘氏听后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说道：好好一个人，怎么今夜就死？这不是咒人吗？你没有把他抓到衙门里吗？孙清说：本来是想让他吃些苦头儿，可是被众人劝散了。潘氏说：你先在家里待着，平时有事都是你出头，今天这是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去找那个算命先生为你理论理论。我家相公既没有官钱私债，更没有官事相逼，他凭什么信口雌黄？孙清说：你一个女人家的，别去，待我今夜不死，明天必然去找他算账，你着急什么？潘氏见丈夫心情不好，也就再没有说话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孙清说道：你去买些酒菜回来，今晚我还真不睡了，看看谁能把我怎么样。当夜孙清3杯2盏，加之心情不好，竟然喝了个烂醉，在躺椅上昏昏欲睡。潘氏见丈夫支持不住，说道：相公，你怎么睡在这里？然后便叫家里的侍女春香：你快把大爷请进房里。春香过去请孙清，但怎么叫也叫不醒，便喊潘氏一起把孙清扶到房里去睡。孙清这一夜千不该万不该到床上去睡，这一睡正应了算命先生的卦象。潘氏见丈夫去睡了，便对春香说了今日的蹊跷事。春香死活也不相信。潘氏说：今晚我们2个都别睡了，我与你做些针线，且看今夜算命先生的话准不准。如果此夜无事，明天便去找他算账。2人说了一会儿话，春香年轻犯困，有些支撑不住，开始打瞌睡。潘氏叫道：春香，我让你不要睡，你怎么睡着了？春香迷糊道：大娘，我不睡。说完又迷糊着了。潘氏问他：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春香吓了一激灵，正好听到打更的敲了3更3点。潘氏说：不要睡了，这个时辰正是尴尬的时候。而春香又睡着了，叫也叫不醒。这时只听见孙清从床上跳下来，然后听到大门响。潘氏连忙叫醒春香，点灯前去查看。循着大门的响声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人，一只手遮着脸，跑出门外，扑通一声跳入门前的大河里去了。那条大河正通着黄河水，水流湍急，哪里去打捞尸首？潘氏与春香见状，便在河边嚎啕大哭：相公，你为何想不开去投河啊？扔下我们2个人以后怎么办？他们的哭声惊动了4邻8舍，大家都出来查看。潘氏便梨花带雨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情况说了一遍。大家七嘴八舌的说道：不信有这种怪事，白天还见他从衙门回来，人还好好的呢。其中有一个邻居说道：我早上到衙门办事，见押司正在与一个算命先生争执，没想到真被那个乌鸦嘴说中了。4邻8舍平时都受过孙清的恩惠，见孙清已死，心里也都非常难过。然后便有人站出来，主动将此事报告了知县。因为是潘氏与春香亲眼所见，又有算命先生的卦辞，所以大家都没有对此事产生怀疑。转眼间过了3个月，一天，潘氏正与春香在家里闲坐，只见有2个妇女面红耳赤的走进门来，一看就是喝了酒，见了潘氏，大呼小叫道：娘子，有喜事了。潘氏一打眼，发现是平时穿家走户的媒婆，说道：好久不见了，丈夫已死，哪里还有什么喜事？媒婆说道：娘子不要烦恼，押司去世多长时间了？
潘氏马上落泪，哭道：前天刚好过了100日。媒婆假装叹口气道：好快啊，已经100日了。想起押司在世的时候，真是个好人，为大家办了不少事。如今死也死了，但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。我看娘子年轻，家里冷清，不如为你说门亲事怎么样？潘氏止住眼泪，说道：去哪里找一个像我家相公那样的人啊？说完又哭了起来。媒婆见潘氏不反感此事，便说道：这事也不难，现在我手里正好有一门好亲事。潘氏说：你可打住吧，去哪里找像我丈夫那样的人？我今天不舒服，就不留你们了。媒婆见潘氏撵自己，两人转了个没趣，只好离开。过了几天，两人又过来说媒。潘氏说道：谢谢你们的好意，如果你们能依我3件事，我便答应，否则我这辈子也不改嫁，准备守着王夫一辈子。媒婆一见有戏，便一口答应下来，说道：别说3件事，就是30件事，我们也给你办了。只见潘氏说道：第1件，如今我也要嫁一个姓孙的；第2件，我丈夫生前是县里的第1押司，如今也要找一个与他一样身份的；第3件，我不想嫁出去，谁若想娶我，必须坠到我家里来。媒婆听后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我们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看给我们紧张的，刚好这3件事，我们都能依你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家押司是县里的第1押司，如今来说亲的正是县里的第2押司，叫孙成。如今大押司死了，他岂不就成了第1押司？而且他也肯来入赘，让你嫁给他，你愿意吗？潘氏说：我不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。媒婆说：我今年60多岁了，若是胡说八道，就罚我变成一条母狗来你家吃食。潘氏见媒婆说的这么硬气，说道：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麻烦妈妈去说一下，看我们有没有缘分。媒婆听后高兴，当下便去传话，两边各有情谊，便很快把事情定了下来。没过2个月，小押司孙成便正式入住潘氏家里，夫妻2人珠联璧合，还真是一对儿。一天，孙成与潘氏在家作乐，喝得有些大了，便大半夜让春香去做醒酒汤。春香睡得正香，被叫了起来，走到厨房烧火，嘴里埋怨道：以前大押司在的时候，哪有这么多的事情，现在可好，大半夜的还要折腾人。春香见火点不着，便用火钩去敲灶台，敲了几下，只见灶床渐渐立起来，有1尺多高。只见一个人顶着灶床，脖子上套着锦篮，披散着头发，伸长了舌头，眼里往外流血，叫道：春香，你要给大爷做主啊！这一幕不用说一个小姑娘，就是大男人也要吓个半死。春香当场被吓得大叫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孙成与潘氏听到叫声，赶紧过来查看，见春香倒在地上不省人事，赶紧施救，又是掐头又是灌汤，这才把春香救了回来。潘氏问道：春香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突然变倒了？春香便把自己刚才在灶前烧火以及见到恐怖的一幕说了。潘氏听说后火冒3丈，一连扇了春香5、6个嘴巴，骂道：小贱人，让你去做醒酒汤，你偷懒也就罢了，竟然还编这种故事，装死充愣。行了，别做了。春香受了惊吓，又挨了一顿打，赶紧躲回屋里。且说孙成与潘氏经过这一番折腾，酒也早醒了，回到房里，潘氏低声说道：阿成，这丫头怎么说出这番话？看来不中用了，赶紧把她打发走吧。孙成说：仓促之间，你让她到哪里去？潘氏说：放心吧，这是我来安排。第2天早上，孙成去衙门当值，潘氏将春香叫过来，说道：春香，你在我家里也待了7、8年了，自从大押司死后，我看你的状态就不对，现在可不比以前了，你是不是想嫁人了？要不我给你说桩亲事。春香说：我哪里敢指望，
大娘想把我嫁给谁？没想到正是潘氏让春香嫁的这个人，才替大押司孙钦申了冤。此后潘氏也不与春香商量，便把春香嫁给了一个叫李四的光棍儿。这个李四是个酒肉之徒，平时除了喝酒就是好赌。自从把春香娶过来后，没过3个月，便把春香带过来的东西都败尽了。这还不够，只要李四喝醉酒，便回家打骂春香，骂道：打你这个小贱人，见我这样受苦，也不去给我讨些银子使用。春香受不了这份打骂，便来到潘氏家中求助。潘氏说：春香，你都已经嫁人了，还来我这里做什么？春香哭着说：大娘，实不相瞒，那个李四不是人，嗜酒好赌，对我非打即骂，今天又逼着我来讨些钱使用。潘氏说：你嫁错了人，这可不能赖我，看你服侍我几年的份上，今天给你1两银子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春香接了银子，谢过潘氏，便回家了。但没过几天，银子又耗光了。这一天晚上，李四酒醉回来，对春香说道：臭婆娘，我手头这么紧，你还不赶紧再去讨些银子？春香没好气地说道：上次刚借了1两银子，说尽了好话，人家不可能再给了，如今让我去哪里弄？李四骂道：小贱人，今天你若不去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春香见李四发狠，没有办法，只好连夜到潘氏家里，发现门已经关了。春香想上去敲门，但又怕被潘氏埋怨，进退两难，只好折转往家里走。春香走过2个路口，迎面碰见一个人，说道：春香，我给你一样东西。春香近前一看，只见这人打扮与死去的大押司一模一样。只见那人说道：春香，我是孙钦大押司，如今躲在一个地方，不能告诉你，你伸手过来，我给你一样东西。春香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把手伸了过去，接下了那样东西，还没等抬头看，只见那人已经不见了，手里却留下了1包碎银子。春香见有了银子，也管不了那么多，便回到家里，敲门时听到里面应道：春香，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？春香说道：我去找潘妈妈借钱，她家已经关了门，只好往家里返。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大押司，他竟然送了我1包碎银子。李四听后骂道：臭婆娘，你傻了吧，竟然敢在我面前说鬼话，先让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银子。李四起身开门，把春香让进屋里。李四说：春香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在灶台前面见过大押司的那件事，我一直记得。看来大押司之死确实有些蹊跷，刚才怕邻居听见，所以才那么说。你先把银子收好，待我明天去衙门里告他们。天亮的时候，李四又考虑到，这事还告不得，一是孙成现在是县里的押司，怎么赶出他的眉头；二是此事都是捕风捉影的事情，无凭无据，连这银子也来得没头没脑。李四想了半天，最后决定拿银子换几套衣服，然后买些礼品，准备到孙成家里拜访他。李四与春香商量好之后，穿上新买的衣服，提上礼盒，便去了潘氏家里。潘氏见他们夫妻2人穿得干干净净，而且还了带礼物过来，问道：你们发财了？李四说：昨天靠孙押司帮衬，赚了2两银子，送些礼物，不成敬意。如今我既不喝酒，也不赌钱了。潘氏说：既然这样，李四你先回去吧，让春香在我这里住几天。李四走后，潘氏对春香说道：我明天想到庙里去烧香还愿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第2天早上，潘氏与春香洗漱完毕，吃过早饭，便一起到东岳庙里烧香。潘氏在前面走，春香因为系裙带落在后面。这时闪出来一个官样打扮的判官，说道：春香，我是大押司，你替我伸冤吧，我给你一样东西看看。春香接了东西，往四周看了看，想到真是奇怪，泥神也会说话。
还给我什么东西？春香怕被潘氏发现，赶紧把东西揣进怀里，也没有向潘氏说起此事。当日烧了香，他们二人各自回家。春香把此事告诉了李四。李四看了春香从庙里带回来的东西，只见是一张纸，上面写道：大女子、小女子，前人耕来后人耳，要知三更事，多开火下水。李四看了这些文字，一头雾水，吩咐春香不要告诉别人，且看事情如何发展。转眼间到了来年的2月，石河县里换了县太爷，是一位出任的年轻官员，叫海清。这位县太爷从小聪明正直，立志剖解人间暧昧之情，断尽天下狐疑之案。且说海清到任3天，还没开始理事，忽然夜间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身坐公堂，只见大堂两侧贴着一副对联，上面写道：要知三更事，多开火下水。海清把这2句话记在心里，早上升堂的时候拿出来让人解读，竟然没人知道其中的端倪。海清觉得此事不简单，便让孙承押司将其写在板子上，然后自己朱批，若能解此语者，赏银10两。然后让人将板子悬于衙门前面，众人见有奖可领，纷纷跑过来观看。虽说贪那10两银子，但却无人知道其中的奥秘。当日李四正好在县前买东西吃，听说了此事，便走过去看，见板子上写的2句话，心中暗自一惊，想前去领赏吧，但听说新来的知县比较古怪，不敢去招惹他。想不去吧，可能再也没有第2个人知道这2句话的来历了。李四回到家中，对春香说了此事。春香说道：大押司3次显灵，让我为他伸冤，而且还白白花了人家1包银子，若是不去说明，恐怕要受鬼神责罚。李四心神不定，犹豫不决，再到县衙前面的时候，正好碰见自己的邻居张师爷，一手把他扯到僻静处，将此事向他请教，问他自己该不该去。张师爷问道：那张纸在哪里？李四说：藏在我妻子的香笼里。张师爷说：我先替你去告诉海知县，你马上回去取那张纸，待知县问你的时候，你就把那张纸拿出来，也好做个证据。张师爷回到衙门，见孙承押司不在，便悄悄对海知县说：老爷，你板子上写的那2句话，我的邻居李四知道其中的来历。他还说从东岳庙里得到一张纸，上面就有这2句话。海知县一听，赶紧派人传唤李四。而李四回到家里，从箱子里翻出那张纸，当时脸色就白了。原来那张纸成了一张白纸，上面一个字都没有，心中暗暗叫苦，只好躲在家里。知县派人传唤李四，李四不敢为傲，只好带上这张白纸，硬着头皮去见县太爷。知县把李四带到后堂，屏退左右，只留下张师爷一个人，问道：你把那张纸拿出来我看看。李四吓得跪倒在地，说道：小人的妻子去年到东岳庙烧香，不知哪位神道给了他一张纸，上面写着老爷板子上面的那2句话，我把纸藏在衣箱里，可是刚才把那张纸翻出来，只见成了一张白纸，现在只有这张白纸，小人不敢撒谎。知县看了那张白纸，倒是没有发怒，而是问道：你还记得纸上写的话吗？李四赶紧把纸上的话复述给知县听，知县让师爷写了下来，仔细推想了一会儿，问道：那个神道把纸交给你的妻子，可嘱咐过什么事情没有？李四说：那个神道只让我的妻子替他伸冤。知县大怒，喝道：你胡说！既然做了神道，还有什么冤屈不能申诉，偏让你的婆娘为他伸冤，这等谎话能骗得了谁？李四说：老爷，其中有个缘故，您听我细讲。知县说：你快说，如果讲的有理，我赏你银子；如果撒谎扯淡，我今天撕烂你的嘴巴。李四吓得直哆嗦，便说了春香的来历，而且把大押司3次显灵，赠送自家1包银子事情，
以及春香在灶台上发现的那一幕，详细的告诉了知县。知县听后想了一会儿，哈哈大笑，原来如此。然后派人火速将孙成和潘氏捉拿归案。知县见了孙成夫妻二人，说道：原来是你们两个做的好事。孙成故作糊涂，说道：小人没有做什么事，不知道老爷这话从何说起。知县将那几句话解说道：大女子、小女子、女之子，就是外孙，分明就是大孙押司、小孙押司。前人更来后人耳，是说你白得他的老婆，想用他的家业。要知三更事多开火下水，大押司死于三更时分，想追究其中根由，就要看这句话。当日春香曾在灶前见到大押司披发吐舌，眼中流血，这就是被人勒死的模样，头上还套着井栏，井是水，灶为火，水在火下，潘氏家里的灶肯定是砌在井上，大押司的尸体肯定就在井中。知县吩咐左右，你们与李四押着孙成和潘氏到他家里的灶下好好查看一番，如果发现有勒死的尸首，立刻汇报。众人不信有这种事，便赶到潘氏家里，一开灶台，见下面是一块石板，揭开石板，下面果然是一口深井。官差让人将井水抽干，然后派人下去查看，果然发现里面有一具尸体。掉到井上的时候，众人认出此人正是死去的孙清，但见他面色不改，脖子上的勒痕清晰可见。孙清与潘氏吓得面如土色，不敢说话，众人也皆骇然。后来经过审问才知道，原来孙成是一个落难的秀才，有一天冻倒在雪地里，孙清碰巧发现了他，见他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小伙子，便把他带回家里养病。待孙成病好之后，大押司收他为徒，教他学写官样文书，在衙门里补了缺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孙成正好与潘氏同龄，一来二去，二人便打得火热，经常趁大押司不在的时候在家里偷情。当日孙清算卦回家的时候，孙成正好与潘氏在家里鬼混，孙清说出算命之事，被躲在暗处的孙成全部听见。这对狗男女听说孙清半夜三更将死，就趁这个机会用酒将孙清灌醉，然后勒死了他，把尸体扔在了水井里。然后孙成故意遮住脸，假装从屋里跑出去，却把一块大石头扔到了河里。春香只听到扑通一声，便以为大押司投河而死。孙成后来把灶台故意移到井上，然后又派媒婆前来说媒，连人带家产全部收到自己囊中。孙成与潘氏见事情败露，不打自招，被海知县问成死罪，偿了孙清的性命。知县知道不能失信于民，便真得赏给李四10两银子，李四送给张师爷2两表示感谢，然后用剩下的钱作为本钱，与春香安安心心的过日子。李四深感因果报应，再也不肯胡作非为，戒酒戒赌，告诫后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